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出站口在那边，我到底在折腾什么？哎呦！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偷想你一整天。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像老电影泛黄的对白，却让我一直期待。偷想你一整天，让我再靠近你。西瓜，是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赶走？喂，我不是说9点吗？你还敢提？你是跟我说的9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一列是10点多，根本就没有9点了。你干嘛骗我？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我才不会这样呢。现在我知道了。给你，帮你带了小笼包，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看，怎么会？我正好饿了，我们找个店热一下。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走啦，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
我们带着一份上门，会不会像踢馆？有道理。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谢谢。然后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啊，谢谢。谢谢，请慢用。谢谢。快尝尝。哇，吃得惯吗？一会儿吃完，你想去哪里玩吗？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太湖现在也太冷了，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或者去三国城、水浒城，不然源头渚什么的。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好啊，那就去梅园，梅园门票最便宜了，你帮我省钱了。我来开吧。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我是真的不太信任你的车技。啊，走了走了，不然梅花都谢了。怎么开到太湖边了？前面有个路口，你开错了。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你开中间了。你怎么不早说？哦，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而且我合理推测，你作为本地人，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不要回头了，这里很好。什么？你看那边。所以，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是。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身不由己。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
或许佳琪没说清楚，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所以选择性遗忘。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又或者，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我找了很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一点都不感动。你问都不问我，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可是希光，除了你，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自始至终，我没想过会不是你。对不起。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你爸爸就来了。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跑那么久？我该怎么面对你呢？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可是最后却发现，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谎言。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希光，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大3寒假，参加完宴会，回南京后，原来比我晚。这几天，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什么？元旦后，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你说，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那样我不会怨恨，不会去想，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可是，居然是我先认识你的。以后我和你在一起，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希光，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什么内疚，是正常发展，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s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什么时候有的规则啊？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好吧，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我刚刚只是不作为，可没乱指路，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还要去梅园吗？不用了，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那我们直接去吃饭。你想吃什么？我记得过年前，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从头吃到尾。好像是说过。你记性真好。那当然，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我都牢记于心。以后会计给你当，那就去南长街。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妈，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不回来吃饭了？你怎么知道她来了？你都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哦。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支支吾吾的，怎么了？是不是谈恋爱啦？
嗯。才谈呀？啊？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才没有，就刚刚才开始。所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行，算我没白养你。好了，你跟小林好好吃饭，回来妈妈再跟你说。好。好了，跟妈妈说好，我不回去吃了。好。不过有个问题，既然都告诉阿姨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不行，你要专心开车。明白了。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我打几个电话。啊，工作电话吗？当然不是。师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啊？我平时难道不大方？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你什么意思啊？我很生气。哎，名义上。不是吧？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弄得这么快啊？哪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什么？家长都见过了？我去买个梅花糕。小心。啊，不好意思。喂，人呢？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带他去买梅花糕。哎，别，他在你边上吧？我受不了了，把电话给小聂，我要跟他说几句。你想说什么？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哎呦，你少废话，快点！师兄想跟你说话。喂，方师兄。小聂啊，你也不好好管管。我在这加班呢，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难道要晚上说？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不是，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那不是很正常吗？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小聂啊，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看他多嘚瑟呀，轻浮，太轻浮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还有没有机会退货？师兄，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我去买梅花糕了。阿婆，2个梅花糕。你要什么味道的？啊，现在抽了这么多。师兄，怎么了？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谈不好恋爱，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怎么了？你最好是这个意思。当然是。哎，什么时候吃饭啊？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明晚不行啊，我要去苏大听讲座。那就有空呼我啊，最好也不要太早。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跟你们一起吃饭，影响我食欲。关医生，56床病人家属找你。哎，行了，
你的宣言我已经收到了，挂了啊，我先去忙了。快来买单，我要了4个。一共32块。好嘞。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呀？不着急，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真的？假的，我特别着急，特别招摇，奈何瑞士时间，我妈还没起床。帅哥，给你，谢谢。谢谢。好吃了再来啊。我撕一下，1人1半。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咬一口不想吃，可以给我。哦，好吧。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花总推荐的，我发给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我都想听一听。我和你一起去。那肯定啊，你要当我司机。第2个想吃什么？这个吧。我想起来，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谁？等一下，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江瑞，不告诉他的话，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又要哇哇乱叫了。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必须要及时告知。不过，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没什么典故，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是吗？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什么鬼？不动产风景？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非常合理。那你快下车啊，要赶不上了。等等，还有件事。干什么？握手道别？不是。那是什么？中午你不是跟江月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我带走。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命运写好的剧情。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妈，你在等我啊？回来了。9点50，还没满10点呢。我也没说你，你心虚什么呀？小林呢？当然是回苏州啦，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过来坐。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我们去看了梅花，然后去南长街吃逛逛，下午去了灵山大佛，晚上吃了排骨跟鳝糊，刚刚才把他送回去。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好呀，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你这好不容易回来2天，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哎呀，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早就安排好了，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跟小林在一起，开心吗？开心。那就好。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运气好的话，什么心都不用操啊；运气不好，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有妈妈，我就是最好的运气。哼，这恋爱没白谈呀，嘴都变甜了。
我头发已经吹干了。那早点睡，今天跑了一天。你也早点睡，你都跑了好多天了。好，那晚安。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以前不够名正言顺，现在说早安和晚安，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这几天你不见了，还觉得怅然若失。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好，晚安。晚安。对了，明天去听讲座，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还有着装要求？当然。人呢？刚刚研究了1分钟发型，怎么才能像大学生？什么发型？发个照片来看看。不发了，锅盖头。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真的晚安了。好，真的晚安。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从火车站接到你，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这么难看？没有啊，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但是，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那怎么办？递下来，拿着。不这么严实，好像好一点。主要是给你看的，你满意就好。那就这样。哎呀呀！行，哎。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也没心思打理，经常就这样。
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都在上海家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林总，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谢谢夸奖。好像来听的人很多，我们快点。被你的发型耽误了，我们好像来晚了，怎么办呀？我们也坐地上。只能这样了。坐近一点，衣服分我一点就可以。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电池技术的讲座，要听吗？要。最近做流光花园，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对了，我告诉大家，光伏小花园叫流光花园。现在才说？聂小姐是会保密的。哎呦，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花总还赞赏地说：“好名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那花总保守了。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那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那当然。PERC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我这次去了西北，感触很多。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PERC 电池量产，要跟你抢着花总用了。那花总得开心死了。我估计啊，他现在就在实验室呢，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我们先去吃饭，就在苏大食堂吃。好呀，方师兄可说了，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廉颇老矣，没有可不能退货，毕竟牛是他吹的。我考虑考虑吧。哎。还有一个汤啊，竟然排尾这么多，难道是阿姨看他长得帅就多给些？不是吧？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所以才给的多。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哎，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虽然老师请我吃排骨，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2块也不行。那就算了，反正挂科了，也是要重修的，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换个科。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的？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你说的对。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
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我以前做事嘛，也算是认真，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一切就变了。我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所有的逻辑，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哎呀，我说的有点乱，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的感受？就是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做什么，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明白。所以说，我也是有功劳的。那可未必，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了。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而且啊，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我又有点开心。开心什么？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8个字嘛，迭代技术，重返西北。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所以我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感触颇深。光伏需要西北，西北也需要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我们跟紧国家，也要掉队就好。嗯。林总出差回来，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我很感动。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吧？西瓜，你和林总对在一起了。轻点儿，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星期6。天哪，这消息这么新的吗？没偷偷摸摸吧。不过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怎么影响了？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啊？你看啊，林总虽然是副总，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对不对？你更是个打工的。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影响一点怎么了？你说的对，是吧？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对了，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他不会是忘了吧？没忘，他昨天就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这么着急？对啊，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这个好像不错。林小姐，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什么意思啊？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点。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
那我就放开点了啊。那我就放开点啦，点。夫人。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你喊个大帅哥来，我还怎么放开点啊？就停在这里好了，谢谢林总的大餐。那我们先走了。下雨了，你们带伞了吗？有伞的，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走了走了，西光没带伞。哎呀，你别管了，走走走走走，走了啊，拜拜，拜拜。等一下，我去拿一下伞。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享受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到了。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好。抱歉，才在一起就要出差。抱歉什么？你忘了49%，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为你赚钱？那我一定鞠躬尽瘁。被你提醒了，我这么奔波，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什么？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给，放着。在去深圳的路上，今天我和小婉到建材市场询价，吃的这个看上去比我的好吃。还可以吧。今天有点沮丧。怎么了？
觉得施工方有些材料报价水分太大，就自己出来问了一圈，但是没什么收获，感觉自己在做无用功。怎么会是无用功？虽然比价听上去非常基础，但其实是整个项目甚至企业的核心和关键。即便短期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但是你能立刻做出判断，并且耐心付出行动，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哦，这是友情安慰吗？友情？糟糕了，我感觉我在做无用功。哎呀，好啦好啦，我错了，我想想办法。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当然算。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希望你能充分开发，积极使用。使用？怎么使用？你不要糊弄我哦，快点老实交代。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结果发现是相亲。你要是很介意的话，就把简历退给我，我把这段删了重发。还可以这样，删了就等于没有啦？写错了，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他求之不得，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不给他介绍。你老实个头！等一下，看一下你的邮箱。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不会吧？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机缘巧合。哦，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多谢好意，不用了。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哦，是吗？比如，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完蛋了！怎么了？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早安。
早安。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早安，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他每时每刻都存在，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林雨森，我发现你名字里好多木头，难道你五行缺木？木头太多只会缺光照。那么多木头靠刚刚出生的太阳，光照是不够的呀。我等你送我一轮骄阳。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我回酒店了。今天舅妈跟我说，舅舅也去你外公的寿宴。舅舅也去，到时候我去找他。那你到时候别叫舅舅。刚刚就是顺着你好了。你外公这次寿宴办得很隆重啊，连我舅舅这种合作不多的都邀请。一方面是巴氏整寿，另一方面是为了正式宣布继承人。是我同学的上司吗？对。宣布了也好，免得他针对你。从我同学上司的反应来看，他肯定对你不友善。针对我？就他？你很自恋哎。谦逊是留给值得的人，不然我的谦逊将毫无价值。西瓜，明天我不能按照原计划过去了。和深圳这边设备商谈判时，遇见了些小问题。什么问题啊？前期投入和分成比例的细节没有谈妥。那怎么办？没事，多花点时间聊透彻就好了。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以极低的成本参与行业技术性升级，在后续的新兴设备市场里分一杯羹，没人能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的。真想看看你谈判是什么样子。那可能是斤斤计较，面目狰狞，很不好看。好看看多了，想看看不好看。怎么回事？才在一起多久，叶小姐就对我好看的一面看腻了？哇，林雨森，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习一下找茬的能力。不用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来不及了，我已经学会了。我好像给自己惹了麻烦。是的，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哎，那所以你是周六落地上海，直接参加寿宴，然后星期日在
回苏州吗？我周六晚上回来，不过要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到，就不去找你了。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星期天睡好了再回来呀？当然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公司有急事吗？公司没有，我有。太久没见女朋友了，星期天想和她去同德兴吃早餐。西光，西光，买好了吗？你看，我抢到了特价牛肉卷。买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挂了。我今天晚上去英杰他们宿舍吃小火锅，等你回来吃早餐。好，那我请陈总和花总去吃潮汕牛肉火锅。打我干嘛？这次都没说啊？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到你了。舅舅也去，到时候去找他。妈，申请一下，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你还没跟小宁说你来吗？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你们年轻人，老姜，哎呦，我们郑总今天也下场当迎宾了。哎呀，老董的寿宴嘛，小的我当个迎宾也是荣幸啊。再说咱们姜总来，我可不得好好伺候着。这位是啊，我外甥女叶希光，希光，这是郑叔叔。郑叔叔。哦，外甥女啊。哦，这是聂总的千金。哎，我听说今天聂总有事情来不了，所以就跟着你来了。聂总的事情啊，我也不清楚。正议还没开始，咱们先去餐厅酒会上喝点东西。好，来，行。老爷子还没来，几位盛总都到了。哎，你都认识吧？哦，跟博凯总之前打过交道，其他2位倒是没见过。哦，哎，那边去打个招呼。那红领带的就是仲恺总。那边华总还在等我，一会儿聊吧。啊，我先过去了啊。好。吧台边上笑嘻嘻的是舒凯总。哎呦，郑总，我一直在找你呢。哎呀，王总，幸会幸会啊！你先忙。行，我一会儿找你啊。哎，好。就是那个高总。哎呀，原来这就是陈远家的千金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这么漂亮，怎么不多出来玩玩呀？之前一直在念书，才出来工作。在哪里读书啊？留学回来的吧？就国内念的，自己考上的，江宁大学。哟，是名校呢，还是自己考的，真是太难得了。哎，对了，西光，这次在上海待几天呀？我儿子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让他带你在上海好好玩一玩。明天一早就回来啊。这个回了，我们去跟主任家打个招呼。哦，行吧，那你忙着啊。好。哎，他这个儿子啊，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以后万一碰到，躲远点。哎，
你说他怎么好意思提他儿子呀？这不是祸害人家女儿吗？以后啊，跟他做生意都得多留个心眼儿，搞不好就产品质量不过关，以次充好。也算是看清他的为人了哈。焦总，哎，欢迎欢迎欢迎！哎，这位是没听说你有女儿啊？啊，这是我的外甥女儿西光。你好，程远的女儿啊？哎，老聂也不厚道啊。我儿子他见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女儿倒是藏得好好的。西光不怎么爱出来玩啊。哎呦，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的不多。我家邢姐年龄跟你差不多，也安静得很。一会儿介绍你们几个小辈认识一下。程瑞这2年发展的不错，恭喜恭喜！哎，够奖够奖！好好好。他怎么比我来的还晚？难道赌车？哟，林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那边招呼一下啊！好，好，好，哎，你忙，哎。哟，沈总啊，西瓜，舅舅，林雨森，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最出挑，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2眼。咱们去找他。哎，不，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老盛总来了。我们老寿星出来了。我们今天可不许说“老”这个字儿。我说错了，开罚，开罚。老盛总一向低调，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哎，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哎，公司高层都来了。啊，这是要交棒了。哎，那个年轻人是盛行杰，长子长孙，直接交第3代了。这是我的孙子邢杰，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加关照啊！当然，当然，正直清壮。现在啊，年轻人的世界了。哎呀，本来是有点悬念的，现在悬念揭开了。什么悬念？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我们老董的外孙，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哎，居然解决了，升得也快。哎，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行杰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要好好聊一聊啊！我就怕他回来啊。你们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嗨，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资，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再怎么样啊，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啊，不过如此。哎，老姜，声音小点，小点。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好。林雨森，西光，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我猜，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江叔叔好，哎，又见面了。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哎，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还都不说呢？哎，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哎，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拜个寿。哎，好。外公，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哎，盛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不行，哎，祝您越来越年轻，在叱咤商场的30年。那不成了老妖精了？这是我女朋友西光。哎，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哦，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2年前在无锡见过。对。又漂亮了，女大18变嘛。雨森快30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饭。好。好。雨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哎，咱们一会儿见啊！好，一会儿见啊！哎，这谁啊？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他们的女儿？是啊，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
人在看我们。嗯。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唉，谁不是呢？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曾经志在必得，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如今志不在此。 You'll never forget. 希光，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那碗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